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兄弟们，咱一块儿上来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大部位，弟兄姐妹一定要一起走啊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天地变，福祸同当，不要不回头啊！咱在那水里火里风烟里来了又回，气吞江山。转眼这风雨洗一卷都，只余下泪血交飞。应不寒，36飞行，昨日曾把酒言欢，转瞬入尘世，只因酒粉狂澜。随他去之盘桓，未到是非黑白在人间汹涌澎湃。谈山高水远，也知这乱世不在。曾不醉不欢，留豪情不凡。这问迷离又辗转，看日月变幻。待梦尘扬东海，乘长风重现天与地，再起波澜。兄弟们，咱一块上来！我当初只是想戏弄一下你这个初入艺人圈子的新丁，所以才把你爷的记忆还给你。可是后来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拒绝了天下会，加入公司之后还和我这个全性妖人暗中勾结，但好像在哪儿都没什么归属感。别扯没用，什么事？就为了这个。一份是天老的记忆，你要保管好；另一份你应该已经了解了。我现在自保都很困难，没有能力去寻找真相。小坏不是我杀的，小坏在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小子阴我！我自顾不暇了，因你。我们被堵住了，是我们吕家人。看什么看？我是要脸的人，偷偷见你这种人渣能不做准备？分头车。哎，等等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一切托付你了。出了，在那儿，别让他跑了。还有一个，站住！什么人？别管他，先抓吕梁。这是傻鸟，都让你们别管了，为什么还追我呀？天爷，如果你说的不假的话，那我当时可就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了。全都乱了。啊！
张楚岚，祝你好运。为了预防有今天，事前我已经把和你相关的记忆做了标记。如果还有再见面的一天，堵住他！他和吕梁是一伙的。好歹也是家传的手艺，你们这帮小子也得下下功夫。爷爷，这混蛋刚刚的一瞬抽出了什么东西毁掉了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身份，或别的什么。总之是绝不能叫我们知道的东西。哼，他就是靠着这个方法，删除了自己害死妹妹的记忆吧。啊？跑了？算了，别追了，我们捉到吕梁就足够了。爹，还有必要带回去吗？好，听您的。老爷子要活的。田爷，您厉害！我这冥魂术下，您是我见过最强硬的。看来劝你们回头是不可能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全姓吕梁。吕，你师承于谁？我的师承？您也是圈里的前辈，难道不知道我这吕家冥魂术？吕家冥魂术，这就是冥魂术。不是说去参加同学聚会没？队长受了点伤，1个月内停止对抗你练习。你同学好凶哦。1个月难保不和人动手啊。动手我来。你要是能把金光内锁保住内脏的话，就不会受伤。以前狗娃子就会。啊，道理都懂，手比方难多了。难。别一副看傻叉的表情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除了做人以外，没什么难得住你。喂，玲珑啊，我刚从北京回来。啊，你和陆老爷都在北京啊？真的，我想明天过去拜访一下陆老爷。谁呀？楚岚。什么楚岚？叫他们去干嘛？少理他！他们龙虎山老子小子没一个好东西，一个个都不厚道，骗子都是骗子！不见！玲珑啊，你就跟陆老爷说，他老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没啥大不了。张楚岚，你要是不怕我灭你的口，那就来。我去。嗨，早啊，楚岚。早。给你介绍一下，陆离，我大表哥。林哥，这是就楚岚。久仰。这是冯宝宝，楚岚的同事。哎，宝宝，你也是公司的吧？楚岚，来，待会儿见我太爷别瞎说话。
太爷最近心情不好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不就是跟我师爷那点事儿吗？不光那个，我们这次本来是陪着太爷见他一个老朋友，白云观的方洞天老道长。见完之后没多久，就收到了方道长先去的消息。哦，方道长高寿啊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道不言寿。跟我太爷一辈人应该小点吧。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些老人家一个一个的。武当闭关多年的卢道长，听说也先去了。你好。哦，我好。哟，来啦！还有冯宝宝、玲珑、林，你们替我招待一下这丫头，我和楚兰有话说。陆爷，哼，不愧是张志伟的徒孙，怎么看怎么讨厌。哎呀，陆爷您就别烦这个了。西陵国的草原上什么事老见着我师爷哪个不怂？要说豪气，还得看您陆爷的。您和我师爷那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！那一场直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足足大战了5天。打住！少他妈给我捧，就一巴掌我就挂了。哎呀，我也想通了。不就是以前在各派聚会时被那张志伟那老东西打哭过吗？知道就知道呗，直说，找我问什么？知无不言。哎，您敞亮，36贼的名单，8绝技到底都是什么？假身之乱，您所知道的一切。陆爷，您告诉我。这8绝技都是些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啊？通天路是我兄弟郑子布传我的，我当然知道。当年王家捉到封天阳之后，审他的人自然也就知道了居灵潜将是什么。至于其他几项绝技，全是从封天阳口中审出来的。当时在场的各个手段高明。苗步大古师在他身上种下了琴鼓成，你猜怎么样？在问到一些问题时，巫毒在他体内化解了。罗平心大师不顾上一代天师反复劝阻，算以阴身份窥探封天阳的内心，结果罗大师在封天阳体内被打得魂飞魄散。那时，大伙有些意识到了，封天阳身上的东西，或许在场所有人都理解不了。各位前辈不用烦，他们说的，晚辈已经向王家交代过了。当时36贼幸存者还剩9个，就是这9人悟得了8绝技。9个？不是8绝技吗？有一个人没悟到。不知道，封天阳也不知道。其余8人得到记忆后，发现最后那人还在冥思苦想，他们只能在那儿等。也就是这段时间，他们给自己所悟起了名字。而关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在哪里悟得的这些绝技，问不出来。后来大家的结论是，他身上有一个厉害无比的禁制术。这样的话，8绝技不，也许是9个。最后迟迟悟不出来的那个人，他悟不出也很正常。这吴根生原本的手段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，就算和现在已知的8奇技相比，也丝毫不逊，是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。第一？这么厉害啊？天下第一搅屎棍子。哦，吴根生是他给自己起的号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。这是个狂人，
他自称天生灵根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无性情，无根源。他的手段也自成一家，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，都没人搞得清。有人说他是从死人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也有人说他是被贵胄遗弃的私生子。不过这都无所谓，管他哪里来的。大家真正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坐上了数百年空缺的全姓掌门之位。从那以后，这帮松散的疯子终于有了带头人。风宝宝，找机会咱俩切磋切磋吧。可以。宝宝是客人，你这不是该对客人讲的话。有你屁事啊，哥！你第一回见人家，我跟宝儿可喝过。啥子时候听说？切磋要定好这个。什么是听说？要么你见红，要么你喊停。我跟藏族人就这么错。我定好了，有时我错中了都怪我。这么神？这个无根生男的女的？那个独门手段是啥？陆爷，要是不方便，无妨。只是提到这个，让我想起些往事。那家伙看上去30-40岁，男人，神明灵就是无根生的手段，能把一切依托于气构成的技术夺换，让他们归于原本。说的简单点儿，技艺在他面前没有意义。你无法构建金光咒去防御，也无法以掌心雷伤他，一触即溃。但要赢他也简单，足够强大的肉体加上足够强大的气。张楚岚，你对这个无根生这么好奇干什么？我想知道爷爷当年到底干了些什么。吕爷说我爷爷当年勾结全姓妖人，就是他吧？那结拜是谁发起的？领头的就是无根生。但36贼里不止他一个全姓，这俩也是。他们是在什么契机下结拜的？不清楚，从封天养那儿什么都没审出来。按封天养的说法，这些参与结拜的名门子弟，其实之前都是全姓的对头。怎么说呢？不打不相识吧。在他们看来，自己只是和无根生这个人成了朋友。朋友？那么除了古基亭和高艮，其他全姓对无根生来说只是下属？可以这么说吧。陆爷，没事。想起一个，其他全姓怎么看无根生我不知道，但其中有一个因为疯狂迷恋无根生而加入全姓的先天小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什么金凤还是银凤的？想不起来了。想什么呢？你想从无根生这条线去追查当年的事，很难。高艮死了，古基亭至今下落不明，封田养当时已经落网，你爷爷郑子布、关木英、马本在，还有阮冯，这几个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曾被其他人撞见，只是没有抓到。而吴根生、周胜这俩人，从此就再也没有泄露过半点行踪。基廷啊，据说当时的数字门门长糊涂大师带领亲信堵住了他，但是他在这些人面前莫名其妙的消失，现场的高手根本理解不了。而当初围捕他的那位糊涂大师，神智开始失常，最后彻底的疯了。怎么了？一下听到这么多难以相信的事，
原来在假神之乱前就有可以比肩8奇迹的玩意儿，神明灵。对了，陆爷，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不止神明灵，吕爷他们家的冥魂术也够邪门的，听说能加工别人的灵魂，您了解吗？张楚岚，来我这之前没少做功课呀。你要是还想多活2年，吕家的事我劝你少掺和。这么严重吗？陆爷，不方便的话，你幸亏问的是我，你什么意思我懂，但说话讲证据，别瞎猜。我告诉你2件事，记住了，然后从此闭嘴，别再和其他人打听，懂吗？懂。1、44年以前，吕家绝对没什么冥魂术。2、冥魂术确实是天生异能，不是什么后天技术。这件事，当年的经历者都清楚，但我们不愿再起风波，大家都不想多提。明白，陆爷，我明白。行了，留下来吃饭。我就不打扰了。楚岚，能喝不？俩小东西送走了，这个冯宝宝九通转世啊！太爷，您今天喝多了。没有，怎么可能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喝多？您的酒量我们最清楚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碧莲这小子今天跟我打听了半天那个混蛋的事，要不是答应他了，我实在不想对外人提。无根生，他问了太多关于无根生的问题，虽然确实和他爷爷有关，但还是太奇怪了。不管他知道了什么，总之他想去查无根生是肯定的了。来，吹一口。喂，轻点，轻点！我说你这么嚣张的开车，真没事儿？没得事，那点酒精10分钟就代谢完了。金风，全兴。三担担呀，红彤彤的满山的看。